如果你只想多一个账户层面的保护，是最直接的；如果你想兼顾税务合规和超强便利度，是最佳平衡点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在这一片海湾扎根，无疑是你的最终选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， 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过去的2-3个月来，不少在香港炒美股的会员朋友们和我们全球人团队反馈，突然接到了来自国内税务局的电话，要求对过去几年的美股收益补税。No, God, please, no, no! 从我们全球人团队专业从事税务规划的角度来看，现在个人税务合规审查确实越来越严格了。不说高净值人群了，就拿屏幕前各位有个10万、100万人民币在境外投资的普通人来说，如果平时没做好相关的应对措施，轻则要求补缴税款，重则面临刑事责任。所以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化、CRS 税务交换越来越常态化的今天，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好全球资产配置，从而分散风险，降低税务透明带来的不确定性呢？其实解铃还须系铃人， CRS 是大趋势，在它的框架下，其实还有好几个解决方案，能够让资产配置的税务程序更合规的同时，降低税务风险。一个是我们之前很多期视频经常和大家推荐的非 CRS 开户，而另外一些可能玩法稍微复杂点，但操作下来效果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，甚至起到乾坤大挪移的神奇效果。究竟怎么玩？今天的视频就为你揭晓。Let's get into it。方法1：美国开户，非 CRS 国家建立信息孤岛。不想被交换，直接做非 CRS 开户不就行了呗？关注过我们频道的老铁们都知道，非 CRS 哪个国家最牛？那还得是富人们的共同选择，也就是我所在的美国。做海外资产配置的朋友一定对 CRS 不陌生。2017年，中国开始加入 CRS， 截止到2025年，中国已经和106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换金融账户信息，境外个人账户和公司资产信息都有可能被交换回国，需要在内地缴纳个人或者公司所得税。说到美国开户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，美国不是全球最严格的金融监管国吗？怎么还能成为资产配置的避风港？这就很像武侠小说里门派里规矩最严的那个掌门人，偏偏给自己留了一个暗道。美国虽然在税务上通过 FATCA 把全球的美国人给拿捏得死死的，但他却从来没有加入过 CRS 税务交换体系。什么意思？简单点说，别的国家都在相互交换境外账户信息，唯独美国不参加这个朋友圈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是美国税务居民，税务归属国没有参与美国独家的 FATCA 税务交换，在美国这个信息孤岛开设银行账户，就意味着你的这些资金信息不会被自动交换回税基国。在现在这个全球税务联网的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下，反而成为了最安全的一块资产港湾。那我们具体要怎么操作呢？原理其实也不复杂，大多数朋友既没有美国绿卡，也没有在美国住满183天，自然不会被认定为美国税务居民。如果你的资金只是通过美国账户来管理，实际的收益全部来自于美国境外，这些收入就不在美国的纳税范围之内。而且因为美国不参与 CRS， 这些账户信息根本不会被自动交换回去，你就等于在金融透明的大背景下给自己留了一块隐形地带。这样一来，不仅安全性提升了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金时，灵活度也大大提高。当然，美国的银行账户也不是完全没有坑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未来计划移民美国，或者变成加拿大这样高税收的国家的税务居民，你在美国的资产还是有可能被要求申报的。更别提美国的遗产税，一旦资产规模大了，继承时都有可能面临高额课税。但就现阶段而言，对于绝大多数只需要一个非 CRS 资产避风港的朋友，美国开户依旧是性价比极高的操作路径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的银行体系健全，这就好比是你把钱放进了全世界最坚固的那个保险箱里，别人还看不到里边有什么。所以啊，我常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，全球玩 CRS 交换游戏的时候，美国就像一个裁判，自己不上场，只是忙着收割全世界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近
几年，越来越多的跨境客户开始研究美国开户的路径，哪怕只是用来存放境外资金，也会觉得安心不少。对了，非 CRS 国家开户，除了美国，还有一个欧洲国家，那就是塞尔维亚，可玩性也是非常强的。屏幕前的老铁们，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心里更有底了？希望你能够花最多0.4秒的时间为本视频点个赞，这会是我输出更多干货内容的最大动力。截止到2025年9月为止，最新的非 CRS 国家清单，我们也特地总结到了全球人会员社群，欢迎大家加入会员进行查阅和讨论。方法2：马来西亚3件套。在属地税制的国家获得税务居民身份。前面我们有聊过，美国这种非 CRS 国家的开户路径，相当于在透明的玻璃屋里边给自己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，别人看不见里面的东西。但很多朋友心里还是会问，难道就只有美国这一条路吗？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堂而皇之的在 CRS 框架下做到全程合规，同时还能把税务风险给压到最低？答案是当然有，那就是通过马来西亚税务居民身份来实现资产配置。马来西亚的逻辑其实很简单，它实行的是属地税制，只对境内来源的收入征税，而境外收入征税是完全豁免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能够被认定为马来西亚税务居民，那么你在海外账户当中的税务居民声明就是马来西亚身份。对于马来西亚来说，你是自己人，所以不会把你的账务信息交换给其他国家。对你来说，因为境外收入免税，就算你有庞大的全球投资和资金流动，也可以实现申报合规，缴税为0。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成为了众多高净值人士在 CRS 背景下的首选方案。而这个方案的成本或许是性价比最高的，对你的要求条件也可以做到几乎忽略不计。那么完全合规的操作流程究竟该怎么走呢？第一步，要有合法的长期签证，比如马来西亚第2家园 MM2H 或者长期工签，这样你才能在当地长期居留。第二步，每年住满183天，达到税务居民的认定标准。第三步，到马来西亚税务局注册税号，哪怕是0收入，也要每年做0申报，建立合规档案。这么看起来要求也不低嘛。不过人是活的，方法有很多，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。重点来了，很多朋友在这里会犯一个低级错误，以为只要搞到一个马来西亚税号就高枕无忧了，以为随便去网上买一个大马的税号就可以，这是完全行不通的。一是银行审核根本就通不过，二是搞不好你还是拿了个假税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实际居住的佐证，人家银行根本就不相信你是马来西亚税务居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税号无用论越来越有市场，甚至还成功的误导了很多人。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是在开户的时候，税号必须搭配上马来西亚的住址证明、当地手机号以及水电网费账单或者正式的租房合同。这一套3件套摆上去，银行才会认你是真正在马来西亚生活的人，而不是空壳税务居民。反之，如果只有税号，缺少配套材料，很容易被系统打上可疑账户的标签，触发额外尽职调查，反而把自己给暴露出来了。这样就得不偿失了。所以你看，马来西亚的优势在于3点：第一，境外收入免税，属地税制让你在全球资产配置中轻装上阵；第二，税号加地址加电话3件套，提升了身份的可信度；第三，开户时合规顺畅，尤其在新加坡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，报上马来西亚的税务身份，几乎可以轻松通过合规审核，还能够享受新马金融市场的高效便利。难怪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把马来西亚当做自己的税务避风港，不仅合法，还能让整个资产配置方案更加稳妥、更安全。看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这种玩法在其他属地税制的国家是不是也行得通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比如说，在东南欧的阿尔巴尼亚、格鲁吉亚、亚洲的新加坡、香港，以及中东的阿联酋等国，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可以通过取得当地税务居民身份的方式，让你的全球资产配置在 CRS 的框架下实现全程合规加免税的效果。截止到2025年9月为止，最新的属地税制国家清单，我们也特地总结到了
全球人会员社群，欢迎大家加入会员进行查阅和探讨。方法3，阿联酋 TRC 打造最强零税制。来自中东的土豪玩家阿联酋的逻辑就更加简单粗暴。只要你是阿联酋税务居民，你任何来源地的收入都完全是零个人所得税的。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解释，也就是说，像是工资、利息、股息、分红等等这些收入，通通零税。人家阿联酋可是实打实的土豪心态，不仅不用担心被课税，而且在账户申报时，金融机构直接会把你视为本地人，也就不会把你的信息向外包。听起来是不是比马来西亚还要爽？不过现实中想要真正成为阿联酋的税务居民，操作起来可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。通常你需要先通过投资、创办公司或者黄金签证的方式拿到居留卡，再保证每年实际住满183天，还要配合提供租房合同、水电账单、银行流水这些生活痕迹，最后才能够向阿联酋税务局申报税务居民证书 TRC。这份证书就是你在全球开户时的硬通货。相比之下，马来西亚的税务居民的流程就会更加友好一些，申请税号再加上住址证明和手机号，有必要再配上一些签证和常住，就能够顺利的通过银行合规，操作门槛低很多。讲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？在 CRS 的大背景下，其实我们有3种思路来降低全球资产配置的税务风险。第一种，美国非 CRS 开户，相当于直接绕开信息交换系统，找到一块别人看不见的肥沃黑土地。第二种，马来西亚税务居民身份，用属地税制的逻辑，在 CRS 框架内做到全程合规，却无需缴纳境外收入所得税。第三种，阿联酋税务居民证书，把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优势发挥到极致，但换来的代价就必须是真实的每年超过183天的生活在阿联酋。3条路径各有优劣。美国方案的好处就是灵活，账户信息不会被交换出去，但是要注意预提税、遗产税等潜在风险。马来西亚方案的优势在于成本低、操作简单，税号加地址加电话3件套就能够把身份做实，而且文化环境和地理位置更贴近中国客户，灵活性极强。阿联酋税务方案听起来是最奢华的，毕竟个人收入一律零税，但局限在操作门槛高，需要真正落地居住在阿联酋境内，适合已经做好了生活方式切换的朋友们。因此，我简单的总结就是：美国是信息不交换的隐身斗篷，马来西亚是低成本高合规的万能钥匙，阿联酋则是零税率天堂的终极居所。哪一个更适合你？答案取决于你的身份规划和生活预期。如果你只想多一个账户层面的保护，美国是最直接的；如果你想兼顾税务合规和超强便利度，马来西亚是最佳平衡点。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在这一片海湾扎根，阿联酋无疑是你的最终选择。屏幕前的老铁们，现在是不是对全球资产配置的操作盘有了更清晰的全景图呢？但是接下来我可得给屏幕前的各位泼冷水了。其实上面说到的这些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究竟有什么终极操作能够让税务合规的实际效果更上一层楼呢？风险提示：美国开户也好，马来西亚税务居民身份也罢，阿联酋税务居民身份证书 TRC 也好，所有的这些操作听上去都很美，但背后的真正风险点，屏幕前的老铁们一定要心里有数，尤其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国籍的观众，中国税务居民的认定标准可是非常严的。中国税务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，而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个人。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、家庭、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。就算你在海外拿到任何税务居民身份，中国税务局依然可以认定你是中国税务居民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手段不能一劳永逸地替你解决问题。对于资产体量非常大的客户，如果你想真正彻底改变自己的税务身份，老老实实的去规划一个第二身份或者移居路径，才是长远的稳妥之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虚假申报。很多人觉得我随便弄个海外税号，批个地址材料，银行那边不就过关了吗？别天真了，现在银行的合规系统早已经不是10几年前的样子，机器一跑，逻辑一套，很快就能够筛选出可疑账户，轻则冻结，重则直接拉黑。
甚至触发法律责任，到时候想哭都哭不出来。政策变化也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。马来西亚境外收入免税政策，官方声明目前只延续到2036年年底截止，2037年还会不会延续，谁也说不准。阿联酋这边虽然今天个人所得税为0，但企业所得税已经悄悄开征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扩大范围，谁敢打包票？所以这些方案如果真要做，趁早落地才是锁定现在政策的红利。全球税务透明的趋势不可逆转，想长期安全，唯一的答案就是合规申报。与其绞尽脑汁钻漏洞，不如认真研究各国税法下的正当节税方式。比如合理利用中外税收协定的优惠条款，把股息、利息的预提税降到最低，或者通过境外公司架构转化所得类别，把主动收入变为资本利得，又或者把资产放进免税的投资工具里，减少不必要的税负，这些才是真正能够走得长远的玩法。最后，我也想强调一句，我们今天聊这些 solution 解决方案，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理解其中的逻辑和风险，好在合规的大框架下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路径。特别是对高净值的朋友们来说，做好身份规划，提前布局税务居民身份，是避免未来被动挨打的关键。而对于资产量不算特别大的朋友们来说，与其冒着虚假申报的风险，不如老老实实按规矩报税，同时保持对政策变化的敏感度，随时调节策略。财富的本质是在风起云涌的世界格局中活下来，还要活得好。在全球税务透明化的时代，主动合规、合理利用各国优惠政策，才能让你的资产真正做到世界有我，全球通行。OK， 各位老铁，关于通过非 CRS 开户和税务身份规划的话题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。看了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对此感兴趣，想要进行低成本相关配置，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和我们一起交流讨论，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全球人团队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。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。顺手牵羊，一个最懂企业家跨境配置的频道，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